这是大陆老人时隔70年后第一次见到台湾的亲生父母。妈妈，妈妈看了呀！哎呦，我真的不敢当啊！母亲眼神关切地望着许久未见的儿子。98岁的父亲早已患上严重的阿尔兹海默症，人生里的许多事情都已遗忘，儿子的名字却始终刻在心里。你还记不记得儿子的名字啊？王春华。哎呦，王春华。这是一次跨越了整整70年的重逢，一家人终于在人生的尽头再次相见。98岁的台湾老人王道煌听到了儿子王同华的声音时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故事要追溯到1948年，王道煌在兵荒马乱中被抓去当兵，仓促间加入了国民党的军队，战争节节败退，他随部队仓皇登船远赴台湾。在那场命运的分岔口，王道煌只来得及带走当时怀着身孕的妻子，不得不将一双年幼的儿女托付给年迈的母亲照料。他原以为等风头一过便能归家团聚，怎料这一别竟成了70年的天涯两端。岁月流逝，王道煌与妻子在台湾又陆续生育了4名子女。一家人虽其乐融融，却始终有一道无法抚平的伤痕，那就是他在大陆留下的2个孩子。他们未曾出现在家庭合影中，却常年活在老人的心头梦里。如今2位老人的人生走到了尾声，在100年之前，他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再见一见失联多年的儿女。左晨，左晨，把眼睛张开，你挥摆手啊，挥摆手。其实在过去几十年里，2位老人从未放弃过寻找儿女的努力，只是动荡的环境一次次让他们的愿望落空。为了表达这些年内心的歉意，2013年，王道煌在台湾立下了一份特别的遗嘱，100年之后要将自己名下的一部分财产留给远在大陆的2个孩子。他知道自己恐怕等不到见面的那一天，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一份迟到却真挚的父爱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今天我们一起看2位老人跨越海峡的寻亲故事。为了帮助年迈的父母完成这份心愿，王道煌的2女儿开始主动联系社会各界寻求帮助。他找到了台北的湖南同乡会，请求协助寻找大陆的亲人。工作人员拿着老人提供的资料，一路追查到了湖南宁乡的旧址，耗费大量时间精力挖掘线索，但70年的时间终究太长，历史如潮水般冲刷了曾经的痕迹。原本熟悉的村庄早已改头换面，很多知情人也随着岁月离去。加之区域重划，人口流动频繁，寻亲之路变得无比曲折。就在2位老人几乎要彻底失去希望的时刻，有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，终于找到了关于大儿子王同华的下落。哦，您就是王同华老人，您今年高寿了？我已经快80岁了。您父母还在吗？父母，我不承认，不要去好的说啊，我就5岁就走了。王同华回忆说，在父母离开了以后，奶奶不久便去世了，他便和年幼的妹妹相依为命，兄妹俩的生活如履薄冰。更让人心碎的是，在王同华26岁那年，妹妹生了一场大病，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妹妹临终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能再见父母一面，最终她带着无法释怀的遗憾闭上了眼睛。自那以后，王同华成了真正的孤儿，孤零零一人走完人生的下半场。因为贫寒的出身，他无力娶妻成家，最终选择了入赘，成为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。这一生他没有儿女，晚年唯有妻子相伴左右。尽管命运多舛，但他从未埋怨过远在天涯的父母。我不会埋怨我这个自己的命吧，我不会这个，因为父亲呢，也是个超生的，也是当兵的，也不过父亲这个头也是做无拉的，是吧？他说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，每个人都在被裹挟着前行，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人生轨迹。本以为这一生就要在沉默中终老，没想到在耄耋之年，终于等来了父母的消息。他从工作人员口中得知，自己的父母仍在人世，且从未停止过对自己的思念。听到这个消息，王同华多年压抑的委屈与思念一下子倾泻而出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滚落。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，他通过视频电话见到了失联70年的双亲。陈华，妈妈，你打电话哪里呀？你说是真的哦。屏幕那端，9旬老父老母泪眼婆娑，激动的久久说不出话来。听说儿子2天后就会登门探望，
老母亲就像面对一个刚学走路的孩子那样，一遍又一遍地叮嘱着，千万不要迷路了。在他眼里，对岸那位已鬓发斑白的老人，依然是那个他曾搂在怀里牙牙学语的5岁孩童。2天之后，在各方努力下，王同华老人搭乘飞机前往台北。在机场，同父同母的妹妹早已等候多时。她是父母后来在台湾所生的孩子。见面那一刻，兄妹俩紧紧相握，尽管素未谋面，但血脉里的亲情让他们相见恨晚。与此同时，病房里的2位老人也迎来了人生中最令人欣慰的时刻。听到儿子已经抵达台北的消息，平日里精神恍惚的他们突然眼神里有了光，连精神状态都比平时好了许多。终于在众人簇拥之下，70年的思念凝聚成了这次的团圆。爸爸，我的华呀！王东华，王道黄老人此时已不能言语，但当王同华俯下身，贴着父亲的面颊喊了一声“爸爸”，老人眼角闪过泪光，嘴角轻轻扬起，他的眼神里满是柔情与怜爱。人生不过100年，可这对父子却整整错过了大半个世纪的光阴。分别那一刻，他们或许都未曾想到还有重逢的一天。如今父与子再相见时，皆已是白发苍苍，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。所幸在生命的尽头，他们终于得以相认。年迈的母亲紧紧握住儿子的手，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她哽咽着倾诉多年未尽的母爱，以及对当年无法抚养她成长的深深自责与悔意。她一遍遍地念叨，仿佛要将这些年所有没说出口的话一次性全都补回来。就算我冇睇嘅，我冇关系到你老走嘞。哎呀，对，那个军人时代噻，军人打不断的，军人的这个不管妈妈。那份跨越生死的思念，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归处。在台北的这几天，王同华几乎每天都会前往疗养院陪伴父母。他陪他们聊天散步，听着老母亲像往常一样絮絮叨叨，从饮食起居到身体状况，一句句关切如涓涓细流，缓缓流进王同华早已干涸的心田。70年的缺席，仿佛都在这一点一滴的陪伴中慢慢缝合。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，在分别前，王同华做出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决定。他主动放弃了继承父母的遗产。他说此生未曾尽孝，理应分文不取。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他的话语朴实，却字字千钧。那一刻，没有任何语言比这更有力量。物质的缺失他可以忍受，但能在暮年与父母再见一面，听他们的声音，握他们的手，哪怕短短几日，也已让他此生再无遗憾。在父母眼中，他仍是那个走失在风雨中的孩子，而在他的眼里，迟来的亲情比金钱更加珍贵。这场迟到的团圆，也许无法弥补一生的缺憾，却在最后的岁月里，给彼此留下了温暖而完整的结尾。世间最遥远的距离，莫过于血脉相连却杳无音讯。可若思念从未断过，那根被时间拉得千疮百孔的脐带就从未真正断裂。他们错过了彼此最需要的岁月，却在生命的尾声，把手再次握在了一起。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幸运，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时间尽头听见那一声爸爸和妈妈。70年的等待让人明白，原来亲情不是依附在时间里，而是生根在血脉中。哪怕被世界分开千万里，终有一天也会沿着彼此的牵挂与呼唤再度生长。人生没有完美，但有些告别如果能重来一次，就已经足够珍贵。他们用尽最后的力气奔向彼此，只为了在告别这个世界之前，说一句迟到的我没有忘记你。这不是传奇，也不是童话，而是生命最真实的故事。人也不学话，就是你晓不晓得下海？晓得。哦，那个父母在那跟人家过时间了。是你听妈妈的话，你得听妈妈的话。然而，相对于王同华老人的幸运，接下来这一位却带着遗憾离开了。1949年，陈金南离开家乡湖南武冈，从此留在了台湾。1972年，女儿陈香华出生。陈香华自小就知道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在大陆那头，她满心期待着回家，却始终没能实现。1984年，来自大陆亲人的第一封家书让他们互相有了联系。2001年，陈金南去世，家书消失。此后，他们和大陆亲人彻底失去了联系。但陈香华始终不忘亲人，苦寻对方17年，才有了对方的消息。2018年8月5日，已经46岁的陈香华来到北京，参与了《等着我》的节目录制，替父寻找大陆亲人。在现场，他终于见到了亲人。
1924年，陈金南出生于湖南武冈县，家里兄弟3个，他排行老3。1949年，25岁的他跟随部队的脚步来到了台湾，此后留在了台湾的新北市。1966年，归家无期的陈金南在香港结了婚，虽然远离故土，但他的心却时刻挂念着自己的家乡。1972年，48岁的陈升迎来了自己的孩子，他就是陈湘华。陈湘华的出生寄予了父亲无限的思乡之情。湘代表故乡湖南，华代表华夏子孙。陈湘华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了。他最深刻的童年记忆是很多孩子嘲笑他，说他没有爷爷奶奶，但陈湘华却不以为然。他曾听父亲对母亲说过，爷爷奶奶就住在湖南武冈，他很高兴，原来自己也是有爷爷奶奶的。1980年，陈湘华8岁了。有一天，父亲将他叫到身边，看着父亲严肃的面孔，他也有点害怕。接着，他听父亲说道：“你上学了，也该懂事了。父亲要告诉你，我们的家乡不在这里，而在大陆的湖南武冈，那里是我们的根，离了根我们是活不了的，所以你以后千万不要忘本。”陈湘华无数次想象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是什么样的，但始终是虚无缥缈的。直到一份家书的到来，让他彻底看到了乡愁的模样。1984年的一天，陈湘华看见父亲拿出一封信，信上密密麻麻全是字。父亲说道：“这是你奶奶写给我们的信。”陈湘华有些不可置信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故乡的亲人还记得他们。陈湘华小心翼翼地接过这封信，此刻他终于懂了家书抵万金的真实含义。这么薄的一张纸，却承载着故乡人的情谊，它是那么沉重，沉重到快要拿不动了。看着奶奶在信中的叮嘱，陈湘华的眼眶湿润了。他们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亲缘的力量却是任何距离都割不断的。1988年，两岸关系开始走向缓和，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前往大陆探亲，陈湘华的父亲也在其中。1天2天，半个月过去了，陈湘华等得非常心急。又过了半个月，父亲回来了。陈湘华以为父亲的归来必然是喜悦的，但现实却与之相反。往日佝偻的父亲这趟回来，腰更加直不起来了，他好像比之前更加沉默了。陈湘华想要询问父亲，这次回去发生了什么？可是看着沉默的父亲，他却有些无法开口了。第2天一早，父亲告知家人一个让他们始料未及的消息：陈湘华的爷爷奶奶早就去世了，大伯也因病离世了。至于他们之前所收到的第1封家书，是湖南那边的亲人以奶奶的语气写给他们的。这个消息让陈湘华感到悲痛万分。晚上，陈湘华看着天上的星星，他想，他的亲人一定在天上看着他们呢。此时的他不知道，未来还有更可怕的消息在等着他。1992年的一天清晨，陈湘华的父亲突然动不了了，家里人焦急地将他送往医院。最终，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是重症中风。在医院治疗了2个月后，陈湘华的父亲被送回了家。虽然命保住了，但是后遗症却落下了。之后他几乎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，很多时候都无法自理。2001年的有一天，陈金南走了。父亲的离世让陈湘华没了支撑，也没了寄托。此时的他是迷茫的，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起了远在大陆的亲人，他想见他们，他想要寻找自己的根。然后他开始找信，故乡亲人寄给他们的信，但那些信却消失了，他们就像父亲一样，突然没了踪影。任凭陈湘华怎么翻箱倒柜的去寻找，他们就是不出现。陈湘华坐在一片杂物中放声大哭。当天晚上，陈家的灯亮了整整1夜。之后，陈湘华大病了一场。因为没能找到信，陈湘华不知道故乡亲人的具体住址，但是对于寻找大陆亲人，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。2002年初，陈湘华在工作单位请了假，然后踏上了回大陆的征程。这是他第一次踏入大陆，眼前的一幕幕是陌生的，但陈湘华却感到无比的亲切。一路上他怀着激动，即使是一草一木，也让他的心情变得雀跃起来。这或许就是故土的情怀，他像母亲一样，时刻容纳着游子的心。陈湘华满怀期待地来到湖南武冈，但是故乡太大了，茫茫人海，没有一个确切的地址。找人犹如大海捞针，又怎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？这是他的故乡，但他却找不到自己的亲人了。之后，陈湘华开始四处打听消息，待了1个月，附近都找遍了，但是亲人始终杳无音讯。这个时候，家里的母亲也开始催促陈湘华了。无奈之下，他又带着绝望归家了。回家后，陈湘华又恢复了以往的生活节奏。
可是在他的心底却时刻惦念着大陆未曾识面的二伯，还有自己的表兄妹。这之后，陈香华又陆续搬过几次家，而他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寻找亲人，所以每年他都跑去湖南那边，但每次都是带着绝望回去。回去后的他又开始悔恨，如果当初那些信还在那儿，该有多好呀。2017年的有一天，陈香华寻找东西的时候，突然翻到了一个盒子，打开盒子却是之前大陆那边寄来的信，消失了17年的家书突然出现了。陈香华快要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，找到信不仅意味着找到自己的心灵寄托，还意味着信封上的家庭住址可以让他找到自己的亲人。第二天，陈香华又踏上了前往湖南的路途，他以为这次终于可以见到自己的亲人了，他还专门带了父亲的照片。可是当他按照地址找过去的时候，那里却早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因为行政区划发生了改变，再加上年代久远，找人更难了。以为愿望会成真，结果现实向陈香华泼了一盆冷水。这次回去后，陈香华抱着泛黄的家书哭了很久，母亲也安慰他总会找到的。陈香华以为自己这辈子也会和父亲一样，最终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。但寻亲的事情很快又出现了转机。2018年初，陈香华在看电视，突然看到了央视的一档寻人节目叫《等着我》。不同于以往的寻亲节目，这是运用国家的力量在寻找，这让陈香华看到了希望。他迫不及待地开始填写报名信息。信息上报完毕，陈香华开始焦急地等待着。很快节目组来电话了，邀请陈香华参加节目录制。陈香华有预感，这次他的愿望真的要实现了。2018年8月，46岁的陈香华又一次前往大陆。不同于之前，这次他觉得那里有亲人在等着他。8月5日，他带着父亲的印章还有20多封家书来到了等着我的节目现场。在现场，陈香华拿出泛黄的家书，开始讲述父亲以及自己对亲人、对故乡的思念。时间一点一点的流逝，让陈香华感到惊喜的是，他的堂哥来了，他是二伯的儿子，而且还为他们写过信。陈香华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亲人，这是他寻了大半生的亲人。看着站在眼前的堂哥，陈香华激动地跑过去，就像一个找到家的孩子，他激动地抱住了堂哥。我想了你们好多年，他哭着喊道。终于找到了。堂哥轻轻拍着他的背，告诉他，我也在找你，我们也一直在找你们，但你们后来搬了家就没了音讯。父亲也一直在等着你们归家，为了活得久一些，他烟也戒了，酒也不喝了，但他终究是没有等到，去年时候年龄到了，也就撒手人寰了。听到这个消息的陈香华哭得更厉害了，二伯也和父亲一样，最终带着遗憾走了。对于陈香华的父亲，这是一个大半辈子都无法完成的遗愿，最终在时隔69年后由陈香华完成了。而陈香华寻找了一辈子的根终于寻到了。其实还有很多像陈香华一样的台湾人，他们的亲人很多都在大陆，但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联系，希望台湾早日回归，祖国早日统一。好啦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微笑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